涂单色的顺序，首先是我们去做前置处理，做好前置处理之后，我们去刻模甲面。其实按照咱们那个考试流程来说啊，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抛手、修甲型，再做前置。但是这些呢，按照日常咱们操作经验来说，比较快速的就是先去给它做一个前置处理，先做前置处理。还有模特，这位模特很辛苦，在旁边在这端着这个养生杯给咱们当模特。前置处理啊，做好了之后，我们去给它修甲型，这是我一直在教大家做的这个顺序。修甲型，能看懂我这字吧？修好甲型之后，我们开始去给它打磨甲面。因为咱们今天着重讲的是涂单色啊，真人实操涂单色，所以我会按照这个顺序先给大家去过一遍。前置处理呢，我如果说再做前置处理的话，时间有点太漫长，所以我就把前置处理给省略掉。咱先来看这3步啊，先来看3步。我们在做完前置处理之后，去给它修一个甲型。现在呢，我要给大家再简单说一下这个前置处理的问题，因为最近很多同学在处理这个用瓷皮剪剪的时候，后边一个有小毛边，第二个。我们如果怎么去判断剪没剪干净，能不能看见旁边的这一些透明的皮皮？如果说你面上看起来都干净，然后弧度也对，但是这个样子来说，这里还是可以再去剪的啊。剪的，你看这透明皮都是可以再去剪的。我就留着这一些，我就想剪干净一点还是不剪，先留着吧。因为就是咱本来死皮前置处理的这个过程，我就给大家省略了。另外，我这个死皮剪你们是明显能看到它是发钝的啊，它是发钝的。这个当发钝的时候，你这个剪刀就要注意，是不是慢慢就可以让它挪作它用了，就不再用来做我们的前置处理了，好吧？来，另外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小要点，就是最近大家做前置的一些小问题，很多同学是在单剪，尤其用死皮剪啊，你不用打磨机的情况下做这种传统日式或中式前置处理，用死皮剪直接剪，它很容易让你的这个后缘越来越毛躁，能看出来吗？最好是怎样呢？我们该包手包手。该包手包手，该蘸清水蘸清水，蘸着你的这个清水啊，一边湿润一边去做，或者说涂上软化剂之后一边湿润着一边做，好吧？反手握剪，然后下面这些，我这里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最近就是很多同学在剪死皮的时候，很多的毛边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你们皮肤越干燥，然后咱们的这个在剪的时候就容易起毛边啊。你是不是得先去关一下那个？你先去吧，先去。死皮剪刀口多少合适？这个刀口，说实话，对于新手来说，你们直接买多少刀口听不懂。就是我这样跟你们说啊，去买那种稍微短一点的，不要买太长的。太长的，就是新手来说它不好操作，而且容易后缘剪破皮。尽量选择刀口小一点的。然后这把呢，是我给所有学员推荐，也是店里去卖的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一剪第501。我这里再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因为平常的话在日常直播间我就不说了，因为咱现在都是学员，给你们说明白一点啊。现在死皮剪还有钢推有一个越南的叫做意剪啊，就是这个意剪的，你包括就是这个也是那个。我找一下啊，它应该在哪里有标？一般这个意剪的标呢，你看它里面的标志是这样的，那个它写着 made in 在哪儿？这个都是越南产啊，越南剪，这个是一个正品，这是一个正品，还有一个叫做意剪，叫做简单的那个意。这是常用的，目前来说就是瓷皮剪也比较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品牌，你们可以看一下。意剪呢，其实它在借它的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相对来说，一把意剪的死皮剪可能要38把，它的话可能就25左右，好吧？但是它相对来说，你们用同样的东西也不难用。很多新手用的话，我都会给你们发这个，而且它的那个整体刀口的大小呀，整个手柄的大小都是差不多的，唯一区别在于它的精细度，好吧？还有一些材质上，你们知道就好啊，以后不要写的那个其他，好不好？包括有一个现在是第501，我用的是第501，给你们推荐是这个，还有一个505也可以，就是比较最近常用的就是这2把，好吗？常用的就是这2把。你在店里买50-60，那就有点太贵了。你买个12的，你们看一下，基本上凡是这个意剪的没有低于20的，没有，包括这个钢推也是一样。钢推也有正品意剪和那种其他的，只要是正品越南意剪，它的标它不会写上意剪在上面，而是写这种，好吧？写这个，你看这是钢推也是一样，好吧？再去这个给你们课外小科普一下，我要以后再遇到的时候给我们这正品，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哪是正品，好吧？满剪最贵，对，什么样12刀口，12刀口也行，也可以。我这个吧，说实话，新手老手他都用，而且比较顺畅。
就是有的时候我给你们标价格贵的时候就是好的，然后便宜一点的肯定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好不好？这个咱今天不卖货啊，这是次要的，这是不卖货，新学习新学习。好了，来拿手来。我们做好前置处理，然后开始修甲型。修甲型的话，你像我妈这个手指甲不算是特别短，但是也已经跟这个肉比它的这个肉本身要往里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指甲修甲型，尤其修本甲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这种薄搓啊，用的是薄搓。修甲型怎么去修？还记得吗？在真人手上修甲型，上一期基因课也讲过，3个手指捏紧啊。我这因为没有手枕啊，我拿这个纸垫一下，看一下啊，捏紧怎么去修甲型，对不对？修前缘，修侧边。你看本身这个。假如说这位女同志她就是一位顾客，这个手下来它是一个偏向于方形的，对不对？两边还挺好看这个甲型，但是到前缘它本身是一个扇形，就是你们说的扇形甲。所以说，哎，我看你那个手没有做前置啊，这个手没有做前置。就我拿这个小拇指来举个例子吧。假设说它的指甲两边特别的扇形，刚才有同学不是问这个扇形甲怎么处理吗？扇形甲很多新手在啊。我画的稍微就是大众一点，就是这种，看见没有？就整个前端要比它的后缘要宽，但是它的微笑线呢又在这里。像这种甲型我们怎么去修？怎么涂单色？其实在涂单色的话都一样涂，但是就是在于怎么给它修行，怎么给它修行，好不好？好了，然后那个具体买东西那事儿待会儿再说啊，今天先学习为主，好吧？其他的东西待会儿再说。你们等一会儿咱结束完了再找啊。好了，来看一下。就是针对于这种扇形甲来说，或正常的指甲，咱们两侧我给大家说过都是垂直向下打磨，但是扇形甲它两侧往外开，对于这样的啊，我们在打磨的时候就把它开出去的部分给它磨进去，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纸上来说，我们顺着它甲沟，比如说微笑线到这儿，我们就沿着微笑线的位置垂直向下拉直线。把多出去的这块黑色部分给它磨掉，也就是说把它的扇形首先在修行的时候就给它修窄一点，如果实在修不窄的，能修多少修多少，然后提前告知你的甲型问题，待会儿涂完之后前缘可能会宽，我尽量给你修，甚至这样的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会刻意的把前端给它这样往里来这么一点点，能明白我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啊，要不然你就能打直的打直，如果说实在过宽的这个位置就特别的宽。特别宽，你就能尽量直一点，或者说给它做塑形、做建构，明天我会教，或者是做延长，可以改善它本身的甲型。如果它就是不做，那就尽量的给它，要不然就打直，要不然就稍微拐一点点，让它一点点往外长上2到3次的时候，咱就给它矫正过来，好不好？讲了啊。好了，一会儿再看一下啊，扇形甲着重针对的是两边，要不然呢就打直，这是在修行上，先把形状修好了，要不然这个地方就有点类似于短梯，或者说给它修成椭圆或者圆形，一般椭圆和圆呢会显得指甲更圆润一点，所以尽量的就是修成这种前缘稍微直一点点，类似于小梯形的那种，好吗？行了啊，咱们继续来过那个手，咱这是在修甲型上，修甲型的再怎么修我也不用再多说，一定记得，所有的新老学员们一定记得，在修完甲型之后不要就这么结束了，拿你的锉条给它往外挑一下，我在你们甲片上练习的时候，只要边缘有毛边的，我都会指出你们的问题来。这就是让你们养成习惯，有这个惯性，给它去清理。一旦不清理，我待会儿会跟你们说指甲前缘起翘的原因，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你的这个边缘毛刺没有清洁干净，好吧？这是第一个，我先把大的这些大泡泡我先清理出来，那细小的先不用管，好不好？这是在修甲型，修好甲型之后，下一步咱们是做什么？是这个打磨甲片，对不对？打磨甲片啊，我们还打磨甲片，打磨甲面，写错。打磨甲面，具体实操的时候，你们现在根据自己店里的情况，根据自己的顾客情况或者你的习惯，只要你能做好顺序，可以颠倒。但是就是新手来说，你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按照我这个来，好不好？这个呢是咱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啊，大家尽量就是一个记笔记，然后记到脑子里，用到实操里面去。如果说你们就是最好。因为也有做培训的，你们最好不要拿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去复制过去，加一些自己的内容进去，好吧？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啊。好了，咱也有做培训的那个老师在。好了，来怎么去刻磨甲面？我这个没有磨，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重点，我需要跟大家说一下。指甲我们在打磨的时候，一个手你放松就好，不用管我。然后我们在修手的时候有一个顺序，就是有的同学会先从小拇指开始做，然后做这个。然后再做这个，对不对？就是我建议大家啊，双手来说，这是他的左手的话，建议从食指开始，
啊，这是我们来看是左边，然后这是顾客的右手。然后我说这是右手。来，我先把这边割一下啊，先割断一下。这边，顺序就是涂色顺序，不能跟这个顺序不要冲，就是双手来说，我们面对的或者说直接这样写吧，咱写顾客的右手从食指开始，你们先记下来，待会我跟你们说为啥。左手的话是从小拇指开始。这两个每个做完最后一步都是大拇指啊，大拇指是放在最后的，好吧？不要先做大拇指，不然你做建构也好，涂色也好，都躺焦了，好不好？这是顾客的右手和左手啊，千万不要记错，就是顺序是顺序，你们能看到？来，为什么呢？来，注意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是他的右手，如果我们按照先反过来从小拇指开始涂完这一个，哎，你刷，我结束了，然后我再做下一个的时候，你看，注意看你的这个手是不是容易蹭到他的那个指甲盖上？而且有的人他这个不老实，他就好动，对不对？他就好动。那你想给他，你想挡住，但是他就是自己动上去，那不就全部蹭了吗？能理解我意思吗？画视频写的啥没看懂？画的手指图旁边，这个是打直，这个是类似于短贴，然后我哪里没讲到，一定要及时跟上啊，要不然再扭过头来再去看的话，前面没看明白，后边又没看明白，好吧？打磨的时候无所谓，打磨的时候都无所谓，主要是涂色开始，只要开始用到胶了，或者是涂到开始干燥剂开始，你看啊，我们如果右手，这是顾客的右手，从右手开始涂好这一个，刷，然后涂下一个手指的时候，注意，我给大家一个习惯，就是把你们的中指，咱们正常涂色可以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你看，我就拿我的中指给它比一下，他想往上翘，想碰我，他也碰不着，对不对？想碰我的时候也碰不着，就是不管怎么样，它可以往下没关系，你只要别往上，别蹭着胶就行，对不对？涂完这一个之后，好，我再到下一个，我再去比一下，这个样子呢，能给你节省很多时间，防止你们在操作中出现很多的这种失误，好不好？这是这个顺序。来，左手的也是一样，左手的话，你要先从这个手开始，是不是食指都是从食指开始的话，这边会不会蹭到？对不对？是不是会蹭到？然后这边又蹭到了啊，所以说顾客的左手从小拇指开始涂，然后顾客的右手是从食指开始涂，大拇指都是最后，好吧？你们记一下啊，我们班有一个手指之前断过啊，中间，所以说看起来不大好看。你们咱先就以这个手为准，好不好？学习学好它。好了，来看我们在知道了一个顺序之后，你让他的手搭在上面也可以，的。就是有一些同学是这样习惯搭在上面，但是你搭在上面从小拇指开始做，你这么去搭，有的时候掰的不舒服嘛。所以说还是看个人习惯，我只是给你们一点建议，就是如果说你们自己试一下怎么舒服怎么来，好不好？打磨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打磨完你也可以这个样子去打磨，你也可以就是打磨单个，这个打磨无所谓啊。好了，来看怎么磨。刻磨甲面，如果顾客的本甲没经常做，它是比较结实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海绵抛的粗面。这个粗面针对的是什么？一个顾客是本身容易出汗，分泌这个汗腺啥分泌比较旺盛的，建议给他用这个粗面磨一下。然后如果说他是一个正常指甲理解挺好的或者啥的话，你们就用细面去给他刻磨就好。不要觉得说磨的越粗糙，它的那个牢固度就越好，不是这样的。只要你甲面刻磨没有反光点，都很结实，好吗？越薄的指甲越要用细的面去给它磨，一定要用细面去磨。来看一下。这里有几个手法，也是同学们我给很多同学开过1对1。来，你转一下，你不要歪着身子，你会很累。对，往前挪一挪。好，看啊，在磨这个手指的时候，给它掰开，从指尖开始磨到后面去。到后面的时候，注意看啊，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蹭它了。因为我留着这一点，防止我们的制作的前置处理被破坏掉。打磨侧面的时候掰开，其实几下就可以。我用的是粗面，用100目的这一面。打磨这边也是一样，拿你的手把它的这个纸皮挡一下，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然后后缘的时候，这是一个小重点，很多同学打磨后缘这点蹭往后刷，或者是这样横着刷，你也看不见，一定你要让他手往下掰一下，你放松就好，往下掰一下，肉眼可见的这个边缘啊，这样去打磨，看到没有？然后如果实在磨不到的，咱们做条不是有个弧面吗？直接这样，哎，卡着这个边边，能看到吧？一定要注意，我们不管做单色也好，做极致单色也好，一定是后缘的位置刻磨到位的，刻磨不到位，你这个上面就容易有一些水分啊、油脂，导致你的指甲不干净，好吧？好吧，不是不干净，后缘容易起翘。然后前缘的边缘，我们刚才不是这个处理毛边没处理干净吗？现在再把它这个边缘给它磨细一点，直接一个手指，你可以整个先去磨细，也可以先整个打磨，打磨完再统一磨细，也可以一个手指做。好了，下一个。
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就整甲都直接这么蹭两下，甲面只要没有反光点，边缘的地方你掰开手磨到就可以了。我就先磨这几个手指，好吧？先磨这几个手指。一般我会用粗的面打磨完之后，我会用细面再给它走一遍，我会用细面再走一遍。我不喜欢那个甲面有太多的那种坑坑洼洼的，然后只要甲面没有反光点，是光滑的，边缘是没有毛刺光滑的，那就可以了。好了，打磨好了之后擦药。自身没学什么啥用海绵做修行，修行太浪费了，修行太浪费了，用它修行。扫一下之后，拿我们的棉片，一定记得打磨完甲面之后，我接下来就要写字了啊。拿你的棉片蘸着清洁水或者蘸着酒精去给它清洁干净。我教你们了，昨天教你们怎么拿这个棉片，一定是从甲沟里面到外面全部清洁到位，不要只擦那个甲面啊，甲沟里你不管不行，好吗？中央用纸它会容易破一点啊。好，你看清洁好了之后，咱们甲面也刻磨到位，清洁好了，来先写上，你心心心意呢。打磨甲面，我继续往这边写啊。打磨完甲面之后，一定注意清洁到位，这个我就不再多说，已经讲过了。然后清洁，很多同学甚至很多美甲师说，我就是磨完我就是想让它粗糙一点，为什么我还要再用清洁水一擦它就没有粗糙面了？错，清洁只是把甲面上的小灰尘清洁干净，不然你的胶为什么怎么那么多的颗粒？哪来那么多颗粒？尤其底胶、色胶这些，一定要清洁干净，先扫完之后再拿棉片擦，擦完之后我们有固定的方法去除甲面的水分和油脂，好不好？错条，咱们的海绵抛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它也是寿命最短的，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该换，要不然时间久了你就没有摩擦力，你在甲面上磨也没有啥，好吧？你看有些毛边呢，就是咱们在打磨甲面的时候边缘给它蹭起来的，稍微再给它处理一下。看这个纸可怜不可怜？好了，打磨好甲面之后，我们下一步怎么操作呢？就是清洁到位了，我们开始就是去用干燥剂。干燥剂的作用，它也叫平衡液啊。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有的店家他把粘合剂也叫做平衡剂、平衡液啊，我这应该写错。我好好写一下，很多同学看不懂我写的什么。干燥剂也叫平衡液，它的主要作用是挥发掉甲面的水分和油脂，瞬间挥发掉甲面的水分和油脂。咱们这个叫先处理剂，有好多名字的，辛苦的当模特没事儿，他愿意，他刚开始很想跟你们互动，我说你别说话，回头待会儿结束完了让阿姨给你们跳个舞，行不行？好，给你跳个舞，好了，能看到这是一双阿姨的手。你看，瞬间它就挥发掉了，对不对？尤其是边缘，我们只要涂到颜色的地方，不管你是在哪里，你宁愿这一步多刷一点，也不要刷少了，好吗？宁愿多刷一点，也不要刷少了。包括边缘流边问题呀，我们也该去擦。摸着黏黏的，那就粘合剂。对，你看这是干燥剂啊，这个是干燥剂。平衡液，有的平衡液是叫做干燥剂，有的平衡液叫做就是粘合剂，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区分好。干燥剂涂上去之后，它瞬间挥发，甲面好像是被那种感觉过一样，懂吗？然后接下来用是粘合剂，干燥剂之后就是咱们的粘合剂。粘合剂的名字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平衡液，有的品牌商也这么去叫，好不好？小苹果，待会儿啊，稍等一下，给你们小苹果。粘合剂还有什么防翘剂，就是又叫的名字比较多的，就是防翘剂、粘合剂、结合剂。还有什么吻合剂啊？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厂家为了给你们出新品，让你们多买一点，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它这一个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增加，注意听啊，不知道的记下来，增加苯甲和底胶之间的牢固度，增加苯甲和底胶之间的牢固度。平衡液的作用，也就是咱们干燥剂，它的作用是挥发掉甲面的水分和油脂。残留的水分和油脂，就算这为什么说让你们用清洁水擦，就算擦了，我们也有办法给它清除干净。这些是所有美甲师你只要做顾客必备的产品，不是说可有可无。练习的话可有可无，你们只要知道就好。粘合剂它跟这个干燥剂都是不用照灯自然挥发掉的。没有粘合剂有结合剂，这个可涂可不涂。就是如果你不用它做的也很结实的话，可以不用涂。但是针对于一些饱软指甲，最好还是涂一下。或者说你经常容易开边起翘的，你就用一下啊。粘合剂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这两个都会有一点点味道，只要是为什么指甲油味道那么大，这些自然挥发的东西味道都很大啊，都是有的。不要说通过天说它本身这个
性质就这样，但是对你没有什么伤害，好吗？就瞬间就挥发了，味道就一会儿。你看它刷上去之后，假面是有这些小亮面的，就跟有一层层薄薄的胶一样。所以说你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去涂上去试一下，等它自然大概晾干1分钟左右啊，或者说30秒，每个品牌不一样，然后你就轻轻的摸一下，它会发黏。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不要流到手上去。就算我们用那个什么洗手液去洗啊，什么都可难洗了，感觉黏黏糊糊的，就特别难受。就一定注意不要涂到手上去，好吧？该包边包边，然后边缘的地方该留边缘留边缘，不要涂到肉上去，就在指甲上操作就好了，好吧？粘合剂的作用是增加本甲和底胶之间的牢固度。你看咱这个指甲，它不是分为好多层吗？指甲，这是本甲，第一层是什么？第一层是底胶，假如这是底胶，底胶和甲面中间的这一层，哎，看不见了，这是本甲啊，下面是本甲，上面这一层虚线是，假设说它是底胶，要涂在这儿，我把它放大化，那么中间这一块空，我们涂的就是粘合剂，增加这个甲面和底胶之间的牢固度。底胶的作用是什么？底胶增加这个甲面和色胶之间的牢固度，这是色胶。它是这么一层一层加上去的，就所有的咱们只要做顾客用甲油胶，一定是底胶打底的，好不好？行了，你们再看一下啊，我把这一涂，你看半天了，它都不会去挥发掉，这个就是粘合剂，也叫仿翘剂，就是就增加指甲那个牢固度嘛，不是说那种硬度的牢固度，就是防止开边起翘的那种牢固度。我一般都会涂的比较靠边，但是最好不要涂到肉上去，它洗都不太好洗。别忘了该包边包边啊。这个不需要量太大啊，就薄薄一层就好，一瓶也可以用很久。用完及时清理，或者关掉瓶子小盖子。你看这里，待会儿我们涂色的时候再去练习昨天的一些手法，就是很多同学啊，我在做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好了，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用包边嘛，要包边的，从粘合剂、从干燥剂开始，你只要上手刷了，你们就养成习惯去包边就好了，好吗？就养成习惯包边。买个防翘剂要照灯，你买个防翘剂要照灯？不用照灯的，大部分都不用照灯，除非它有什么新产品，基本上不用照灯啊。好了，稍微等待一会儿，我们有的时候比较着急，怎么判断这个已经干透了呢？咱就拿你手干干净净的，不要有油脂水分，或者在纸上旁边擦一下，你就在上面轻轻点一下试试，就这么点一下，感觉有点黏了，说明它就可以了，好吧？它就干透了，我们就可以上底胶了。然后这个是开始涂色，上底胶。底胶照灯呢，一般在30秒到60秒之间就可以。然后这个呢，注意一定要薄涂。一定要薄涂啊，千万不要涂厚了，好吧？底胶薄薄一层就可以，底胶越厚越容易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缩胶，不要涂厚了。所有的薄指甲，相对于正常，所有的薄指甲相对于正常指甲来说，都更容易开边起翘，啊！你们把这句一定要牢记清楚，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遇到的顾客他本甲，你看我的指甲越剪越短，已经薄的不像样子了，已经薄的就跟纸一样。我做指甲一定会比正常的指甲，就是同样的做法，我也会比他们前端更容易开边起翘，就算做了建构也容易整个去掉。所以说，薄指甲一定要去让他做建构，如果他接受不了的话，你就得告知他。就是不管你做不做，你就先说过，不管你要不要做，要不要多花这个钱，但我必须跟你说，就算咱们正常做下来的流程，因为你指甲太薄了，所以说我会尽量的给你好好保护。但是呢，同样做出来，你也会比其他人的指甲更容易开边起翘。我先跟你说一声，或者说防止顾客找你们茬儿，很多的这个顾客就是可那个啥了，就是因为我遇到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顾客，你就算跟他说了，他不认，我咋不知道？他就是不认，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你们平常不是有顾客档案吗？或者说给他去发一些信息，就提前跟他发过去。你说亲爱的，你的指甲比正常指甲更容易开边起翘，平常的话一定要做好保护啊。然后你就相当于留一个小证据，好吧？省得他以后后期再来找你们，因为你们现在是有些新学员，如果说在第一个咱们刚开始开网络班，现在都已经做顾客开店的都是了，大多数都是，所以他们现在在交流的问题就是在顾客日常出现的问题，你们以后也会遇到的，好不好？
变成虎皮，这是个好办法，个人档案。该记记啊，该记记。行，这是咱们这一个底胶是照灯正常20到30秒。然后我们接下来涂完底胶照灯之后，下面的一步就是去涂什么加固胶。注意，我今天做的不是做这个极致单色，也就是说底胶之后正常涂，我们是需要去给它做建构的，是要做建构的。但是有个学员跟我去聊天说，他去美甲店，大多数的美甲店都会愿意做后建构。后建构的意思，你前建构后建构，明天我会去讲。然后，但是这个建构建议大家都在底胶之后去操作。如果说你不会做建构或者不愿意顾客多花钱的，那这一步就是涂加固胶，好吧？不管它是薄指甲还是厚指甲，这一步都涂上去，这是粘合剂，粘合剂之后尽量不要去碰，然后去涂底胶。这个擦一下，然后就是你们知道顺序就好，然后剩下的呢，我就是给你们直接去操作一下，着重咱看颜色的做法，然后我把注意事项给大家说到，好不好？给大家说到，咱很快速就给它这个啊，知道粘合剂之后涂底胶，底胶之后再涂加固胶，加固胶涂的时候，所有的涂法都一样，色胶跟加固胶都一样。在做的时候，一个是边边，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包边问题，在涂色的问题，好吧？好了，我就给大家去涂颜色，好不好？直接涂颜色，你们看一下，在手法上，底胶也好，色胶也好，我们的手法应该注意什么？如果说手法注意不好，光知道去涂胶，所有每一层胶的涂法是一样的啊。假如说，来，我先涂一层底胶。涂底胶的时候注意点，刚刚说过是薄涂，薄涂一层，照灯时间可以短一点啊。来看就这个吧，两个啊。先刷指尖，还记得昨天咱们练习过的吗？先去刷指尖，刷好指尖之后，一点点往后过渡，两边的地方是不涂的。到后缘的时候，我们去给它刷子上胶多了，可以在瓶口刮一下，然后怎样？稍微立起来一点往后推，看见没有？一点往后推。昨天最后我也给大家去讲过，留安全距离，最窄是1毫米，最窄是1毫米。加固胶稠点的好还是细点的好？不一样，用法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作为本甲加固，肯定是要用稠一点的，越粘稠的胶，它的那个硬度是越高的，好吧？越粘稠的胶硬度是越高的，细一点的适合平常指甲的一些小牛皮啊，或者说少平甲面去使用。好了，来边缘的地方，你看，想一想我们昨天练习的手法，先推指甲中间，留好安全距离，拉下来，对不对？然后拐弯去往两边去涂，拐弯往两边去涂，怎么涂？指甲是倾斜，刷子跟我把这个拿走，让我去胶。看一下，倾斜着，然后用刷子的这个角的动啊，用刷子这个角看一下，慢慢的去怎样给它勾下来。当第一层感觉都不对的时候，先往里走一走，然后如果一些肉包夹比较厉害，我们给它掰开这个手指，掰开这个手指，看见没有？右边就这样刷，是跟咱们甲片上练习手法是一样的，无非就在于你们这个拿左手拿，你平常拿的是甲片，今天拿的是顾客的手指头，好不好？然后涂底胶，刷子上一定不要过多的胶，就是有点胶就行，好吧？然后中间以及右边弄好了，我们就开始去刷左边，左边你放松一下就行啊，不要使劲。刷左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这样调一下嘛，我说过了，顾客的手是可以转一下的，能看到吗？是不是还是用刷子的这个角有点虚焦了？再看一遍，还是在侧面用刷子这个角去勾这个边，给它勾过来，慢慢下来，对不对？然后边缘都确定好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去整甲铺平。刚才应该有点水分没有干透吧，多少有点缩胶。后缘只要出现缩胶，你们就尽量的就重新涂一层干燥剂，再去做。哎，这刚才这一顿操作给了我一身汗挤出来了。别忘了包边是轻轻的蹭上去。来，先照一下灯，放进去，妈妈放进去。好了，拿来，好像是稠点，3合1的底胶，薄涂一层，不照灯，直接建构。不行啊，不行，杜豆，你3合1的底胶，你也要先去涂，也要先薄涂上一层，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说把底胶、建构胶还有什么这个加固胶3合1了，对不对？或者是防翘剂这种3合1了，然后这种情况下，你的那个胶它整体的粘合度我怕不够，最好你是薄涂一层，在薄涂完了之后再用它去做建构，做什么就好，行不行？流明胶稀点做建构，对，太稀了也不太好用，做建构的胶不能太稀，它的硬度是达不到的。
现在不塑胶不用打磨，不用打磨就擦干净。如果是出现了塑胶，我们现在去给它涂一层干燥剂，涂一层干燥剂，然后重新再涂底胶就好了。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是涂的粘合剂啊，你们正常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刚才我妈这跑那儿跑爆爆的，后缘会有点塑胶，让我刚才不是擦了吗？所以会有点塑胶，只要后缘打毛没有这个油脂和清洁水就好。涂一层干燥剂。老师现在底胶后稠一点的加固建构，用稠一点的加固，现在做的不是建构，宝贝儿，我们用的是加固胶，直接去薄涂上一层，直接薄涂一层，就是正常涂上一层，我要轻微的找一找小弧度，因为你正常做雾合，它又不做建构，你不在于你用什么胶，它不想做建构，是不是？我们要找平一下下，妈妈你坚持一下啊，很快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再怎么做，它是不是不再塑胶了？能看清吧？只要你的甲面保证是干燥的，它是不会塑胶。如果你甲面只要有水分和油脂，尤其是后缘没清洁到位，没有清洁到位，它指定会塑胶啊，指定会塑胶啊！不要动啊，不要动，你一动会蹭到肉上去。坚持一下，难为你了。感觉有多余的胶一定要擦一下，从中间看，我的手在转这个他的手指，对不对？不要动，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好，今天做的是普通的一个单色处理，来照个灯，涂的是普通单色的处理。如果我们做极致单色，对于后缘的流边还有它的建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买的防翘剂是干燥的，涂完满。对呀，防翘剂就是防翘剂是干燥。如果甲面不是那种亮亮的，你的那个应该是属于干燥剂，属于干燥。好了，来拿手给接着涂颜色啊。我待会儿去艾薇给大家说一下你们的问题，好不好？底胶涂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去给它涂色胶，涂色胶。我先在这个手上做一下，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我用这个大红色去演示一下啊，红色看着比较明显一点。擦的是浮胶，底胶都好像清洁水擦了不会擦掉底胶，但是从底胶开始，每一层胶它都是有一层浮胶的，就是甲面上你看，就像我擦，它就擦完之后它不会发亮了。看见没有？就发雾面，就好像那层胶被擦掉一样，其实还是在的。擦掉浮胶可以继续做的啊，没关系，它就是浮胶，每一层胶都有浮胶，底胶有，色胶有，除了封层之外，其他的胶都有。加固胶和这些建构胶，浮胶是最多的，好吧？来看一下正儿八经咱昨天课程的这个实操演练了啊，我把瓶子拿走，因为它老给我怼到旁边胶上去，这个样子看，好吧？这样子看，好了，来看刷胶、取胶、荡刷、一气呵成。刷子反面没有胶，只有中间就是一面有一滴胶珠，只有一面有一滴胶珠。好，只有一面有一滴胶珠，我们就用这面有胶珠的地方开始去刷胶。先从指尖开始，看铺胶，看见没有？现在就能看清了，是不是？注意我们的手法，小拇指支点，你可以在他手指上，也可以在你的手上，无所谓，点上去，推到后缘的地方开始，可以把你的刷子稍微转一下。你看现在这上面是没有太多胶的，反面胶呢会更少一点。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怎样来着？先从中间，注意了啊，这一层我待会儿给你们写一下注意事项。这一层一定要跟我们底胶的边缘是重合的。如果你们现在能写自己就记一下，如果没有在实操的去记一下，就是从底胶开始，色胶加固，还有我们的这个底胶边缘是在一条线上的。不是说底胶要长，色胶要短，或者说底胶在这儿，色胶超过它上那边去都不行，边缘一定要重合。来，我们先再捋一下咱们的手法。后面推好了之后，侧面看刷子跟甲面是倾斜的，然后从一边开始慢慢的给它勾出后缘的弧线来。我这个留的稍微有点宽啊，为让大家看清楚一点。看拉直线下来，对不对？这是这个，然后来再把这个手，当然可以让顾客配合你转动一下，再去涂左边。你不要动啊，你不要动。手要稳下来，感觉有点宽了没关系。第一层下来，咱把手这个地方给它掰开，再从慢慢往这边再来一遍。对不对？你就几遍下来，你看边缘是不是一条直线，没有出现的咯咯楞楞的？这个样子呢，后缘是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远，我们应该再窄一点下来。对不对？这样呢，整个边缘我们想要的直线、侧面的弧线，它是一条这样过来的就好看。那如果你就不看，你不掰开肉，自己瞎摸索着涂，侧面就容易留下这种咯咯楞楞的一道沟一道沟的。哎，
这样打好了之后，这就遇到了我们这个刚开始说的问题，扇形甲的问题咱们解决了。哎，你稍往后先不要着急啊。扇形甲问题我刚跟大家说过了，怎么去涂，怎么去修形，修好形之后正常涂，然后后缘呢是歪的情况下怎么去操作，这个还没说到。另外一个涂色后缘涂色它容易堆胶，后缘涂色容易堆胶的，就是后面颜色不均匀的那种。一个跟你的胶本身有关系，你可以涂2层。第二个，我昨天其实也跟你们讲过，只要甲面不均匀，在刷胶的时候，我们整体要铺的时候就不要再这么去刷了。这样刷，你看这些刷痕是不是还在？我们现在就把顾客的手往上这么一翘，刷子平铺着，给他来一下，来看一下。好，看第一层不太匀没关系，只要第2层、第3层我们一层层加，第一层不匀很正常啊，第一层不匀很正常。再涂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好不好？在我手上再做一做。我这个呢是前置处理做完，比较干净一点点的。然后我同样也是甲面有水分，我不会马上去涂底胶，而是怎样？先帮我关一下门啊，不要开着门走。先涂干燥剂，先涂一层干燥剂。好了，干燥剂刷上去。自己做后缘还要留再窄一点，是吧？我在我手上给你们做的仔细一点，再看一看啊。我这个呢是没有去涂不做建构的情况下，咱们怎么操作？好吧，不做建构的，做建构的，我后天会给大家去讲一下极致单色，因为我们这儿昨天这个刚通报说是可能就是可以，好像要解封了，所以说应该后天我可以去工作室去给大家好好讲做极致单色。就算不是的话，我也不会再用我妈妈的手了啊，她这个太耽误大家学习了。来，注意看。从底胶开始，我们就要注意好它的流边问题。流边的时候，你这么宽肯定不行，这么宽至少是长了1个星期的胶，至少是讲了1个星期的。我们慢慢往后推到哪儿？你们就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我给你们要求能多窄就多窄，就是能多窄就多窄，但是不能宽，也不要涂到肉上去，边缘一定要留好安全距离。就算是极致单色，它也是有安全距离，它也不是镶在肉上的，好吧？它也不是镶在肉上的包边。大家那个不知道去看一下我刚才涂胶的一些手法啊，手法。好了，底胶薄涂1层之后照灯，我就用个这个小灯吧，给你们看着点照。注意你的灯不要在甲面上照到你开口的瓶子啊什么的，就是一定要远离灯光，好吧？一定要远离灯光。技法不出变化。你们的封了多久？我在家已经得从几号开始？10多天了吧，已经10多天了。给自己涂很容易溢出来，很容易涂出来。给自己做，说实话，真的没有比别人做要方便的多。给别人做可好做了，给自己做就各种各样的问题。给大家待会儿说几个注意点，大家把这些注意点注意到，然后涂法呢，大家刚刚已经就是看过在真人手上怎么去操作，我呢再在我手上做一遍，大家看一看留边留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才算好看。然后昨天我不是让大家交作业，交的是各种各样的甲型啊，就是后缘留边的形状，因为你看我属于一个还算正常一点的，但是有的人他是那种比较尖一点的，还有的人后缘特别的方，基本上属于那种大拇指指甲的话会特别的方，所以你们一定要驾驭不同的这种后缘留边的那个方式和手法。好了，底胶之后啊，你看我的甲面是不是有一道沟一道沟的？如果我们需要做建构，在这一层就要该给它做建构了，就得把前缘侧面的看一下这些坑坑洼洼的地方给它填平。因为我这个本身是有一点点建构胶的，所以你们看起来比正常的指甲要高一点，能看出来吧？所以说，我要是正常涂颜色，我也不去做建构，我也不做建构。那么我们接下来甲面涂的是什么？一层加固胶。加固胶，咱们有稀一点的加固，有稠一点的，最好是用粘稠一点的加固胶去做啊。它尤其是越薄的指甲，你用的这个胶就稍微硬一点，但是硬的同时一定要保证你的胶韧性要好。如果它光硬，然后它指甲又薄，就很容易脆弱的就断掉，好吧？底胶之后，来我们涂上一层加固胶，这是一层加固，正常我们做指甲的这个方式啊。能不能看到？来，我这想给大家写几个字，就是从粘合剂开始，因为我怕你们正在涂，所以我就中途突然停止。从粘合剂开始，后缘留边啊，后缘留边，每一层叠加，边缘重合，
这一步很关键，宝子们。边缘重合，我这个字啊，有的时候我这个咱不是可以就是识别嘛，自动提取文字嘛，有的时候我这个字都提取不出来，我写的是啥？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这是我们指甲盖，假如我就不画个手指来，这是我们的指甲盖。当我们的底胶，我留的宽一点，让大家去看明白啊。如果说我们的底胶涂到这儿，那我们接下来所有的每一层胶的边缘流边都是在这个位置，或者说我可以比它稍微低一丢丢，就是尽量的去重合就好了，也不要去给它，比如说这是我的底胶，完了你的颜色涂到了上面去，是不是？包括有的同学后缘留边非常宽的时候，底胶在这儿，我就随便涂后缘留点了，完了色胶我就要极致的那种缩短的效果。哎，等你缩短的时候，那中间这一块它是没有底胶的粘合的，能明白我意思吗？中间这一块是没有底胶粘合，那么你后缘它就容易开边起翘，可以听明白吧？笔记截个图，待会儿我给你们看，你们再整个结啊。这个地方没有底胶的作用，它就会容易开边起翘。想一下，我刚给你们讲过底胶的作用是什么？增加本甲和色胶之间的牢固度，对不对？如果你在指甲上我们不涂底胶，直接哗哗怼上一层色胶，你后期是不是一撕就掉了？能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后缘留边、后缘起翘的原因之一。我先给你们这样去讲一下，然后再顺着去，把这一步记好。我在涂边的时候，边缘一定要重合，每一层重合，从底胶到封层，都在一起，它的边缘就不会开边起翘。可以明白了吧？看看啊，来，我继续把这个加固胶涂完。所以说刚才我怕你们涂完之后接着去照灯，所以我在这停止了，就在这停止了。薄薄涂上一层咱们的加固胶，后缘的流边跟底胶的边缘是怎样的？重合的，包括两侧的位置，包括前缘一定要包边。好，先把两侧这个它的那个轮廓线给打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它整甲去铺胶补平，可以明白吗？好了，来现在照灯，可以明白是吧？刚刚我涂的是加固胶嘛，对不对？咱再捋一遍，刚刚涂的是加固胶。加固胶这个小物件啊，它只要涂厚了，如果说顾客的指甲比较薄的，或者涂的过厚，顾客本甲薄、本甲特薄，或者说这个胶涂的太厚，在照灯的时候会发热，你们提前知道啊，这是这个胶的原因。它会发热，除非说你买胶的时候，这个商家告诉你这瓶胶它不发热，那可以。但是基本上加固胶它都会有这个，因为它的整体硬度要比其他的胶要多，要厚一点，粘稠一点点。所以说它在照灯的时候，只要涂厚了，或者说本甲过薄的，照灯就会发热。发热会怎样？就是感觉烫。所以说有这样的顾客，当你说涂完加固胶之后，你说你放进去2秒钟，你拿出手来再重新放，那就没事了，好不好？重新再放进去就没事了。为什么有些粘稠的加固胶照完灯会出现气泡？为什么涂厚了？这个加固胶它的一个特性在这儿，但是平常我不是说让大家去做建构的时候，为什么让你们用专门的这些流平胶呀，不要混着去用的原因就在这儿。为什么我们的加固胶让你们就是分着去用？因为它相对来说就不会发热，不会发烫，就算你涂的稍微厚一点，它也不会。它是专门来做建构的，不是说指的我这瓶胶啊，而是指的这一大列的建构胶，它是专门来做建构，包括现在做光疗胶，咱们的延长胶它都不会发热，或者说涂的除非过厚才会发热，但是用咱们的加固胶就会这样。所以说你们要告诉顾客，我们虽然单独买了这瓶胶，我要单独给你做建构。一个，我的成本在这儿；第二个，它就是胶就是不一样，好吗？胶就是不一样。打不开，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就好。然后应该是网络问题，我这边问都还好，好吗？这是我们在做这个涂单色做不做建构的原因，就是涂加固胶里面会发生的一些小问题，咱一边做一边说着啊。好了，加固胶之后，相对来说，我们看一下甲面。加固胶的浮胶，它一般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平常让大家画完彩绘一定要擦掉浮胶的原因。看一下啊，你看加固胶在照完灯之后，它的浮胶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擦浮胶，可以不擦浮胶，直接涂颜色。但是你们要知道，这是这个胶本身的原因。平放着没有动，有气儿，不要拧得太紧。然后找个那个盖子，就是那种白色的瓶子里面不是有那种白色的盖子吗？就有这个东西还好，没有的话它就会溢胶啊，就会溢胶。好啦，
找个东西给它稍微盖一盖。但是那个胶已经就有的时候你们最好是开呢就开一半，或者说开个小口去使用，不要整个都打开，很容易溢胶啊。好了，来看一下，到这儿之后我们开始去涂颜色了。咱们的红色怎么去做好后缘的留边？先看一下目前我后缘的留边距离是多窄，能看到吗？就是看这边就好，看这个光后缘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平整？给自己涂啊，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给顾客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为什么让你们去练习后缘的留边？只有接下来再涂色，我们后缘留干净了、漂亮了，你做的这个款式才好看。先在指尖把胶给铺开、铺匀一点点。如果说你用的是建构胶，它的浮胶可能还会更多。只要感觉在刷色的时候，本来挺实的颜色变得开始有点虚了，那你说明你的浮胶太多，你就整个擦掉，把浮胶擦掉再涂颜色就好了，好不好？把浮胶擦掉再涂颜色。好了，涂好这儿，看我们开始去推后缘。后缘的时候别忘了我刚刚说过的，每一层边缘要重合。你不要说你看不到，看不到是你的角度问题，把你的手往下勾一点，你就能看到了啊。不要你就平着往下压，你是这样谁都看不着呀，是不是？就把角度往下来，然后刷子上胶不要太多，多的话就拔掉。推后缘的时候一定切记后缘胶不要太多。刚刚有同学说后缘刷不匀，对不对？原因在哪儿？也有可能是你推出去的胶太厚，前缘胶太薄。你看现在的手法是不是跟我们昨天练的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啊。看一下推后缘，拉下来。如果指甲比较宽的，我可以横着去多推几次，推下来，对不对？后缘留好边了，我再去推侧面，把顾客的手往这边调一下。我刚刚都给大家已经在模特手上演示过了啊。拉下来，来看一下，如果有的顾客指甲属于这个地方，这是昨天小肖同学啊，咱们一个老同学，他那个指甲发生的原因就是他的有一个假指甲，或者说这个位置内嵌特别厉害，本身这个地方就是多余的一块。如果你去严格按照它又涂到这儿来，然后再拐下来的话，没有必要。所以说，你如果顾客的指甲两边这个假指甲很丑，而且凸起，怎么也剪不平整的情况下，就给它保留出来，不要再涂了，好吧？就给它保留出来，不是说必须要边缘贴着紧边上，指甲什么形状你涂什么形状，而是我们在涂颜色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涂色来改善掉它本身的这个问题甲的存在。你可以稍微留宽一点点，但是不要到最边上。你只要有些那个假指甲涂的太靠边，它没有硬度的，它硬度是很软的，它就跟一层这个介于指甲跟肉之间那种软的这种角质一样啊，它很容易掉落。所以说干脆这一点呢，我们就怎样擦掉，我们不涂，哎，让整个手指这么竖着下来，你看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看是没有问题的，能理解我意思吗？那就给你讲明白，对你们所有的问题，当场解答不了。今天就算你不看直播，我也会给你们说明白。你们的问题我都记着呢啊，我都记着呢。就是咱们开启映客的原因，平常直播我就一般不会去说啊。来，这边也是一样，刷子侧过来，对不对？刷子侧过来，给它去留边。因为我们自己刷的时候，左手可能不稳，导致你的这个边缘流畅，所以我把它反过来刷，这样来看好吗？你们刚才是那个正常做顾客的角度，哎，也是用刷子的这个边角，用这个角去推着胶去走，把这个什么呀，侧边的边缘给它留出来。一般来说，过了微笑线以后，我们的那个地区的那个位置的颜色就要给它涂上去。边缘一定要打直啊！只要形状线咱给它勾好了，有问题的后边再稍微给它调整一下，没有问题了，整个甲面去铺匀一点。快想一想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对于后缘铺不匀的也说了，把你的刷子平铺着下去走，不要再立着角度。你的刷子越立，它就相当于一个刮板一样，会把你的胶给刮走。只要你平铺着轻轻的刷下去，你再不好刷的胶，它也会变得更好刷，好吧？这是咱们一些小经验手法啊。辛苦不辛苦？这辛苦啥？主要你们得学明白。本来好不容易开个课，咱再研究不明白可不行。好不好？你看，正常做加固，我正常做这个加固的话，它整个甲面弧度，我们想去跑光圈不可能。很多东西我用加固胶去做一个建构可以吗？也薄薄的可以。但如果你不会做建构，正常涂了颜色，哎，就到这儿，一层两层往上叠加，千万不要忘了包边的问题啊，包边不要太厚，好吗？到这儿，这是我们的色胶，也就是在它之后，我们就开始涂色胶。我写一下数字。
涂色胶。色胶分为涂2到3层，根据胶本身它那个饱和度以及你想要的颜色效果，而不是说所有的胶必须2层，必须3层。你想要深色你就多涂，想要浅色就少涂，好不好？为什么有些粘稠的加固胶涂完照灯后出现气泡啊？刚才我没有回答到你是吧？这个我看到了，我还没回答。就是在刷的时候，如果你甲面上有气泡，就是粘稠的加固胶刷完照灯之后，甲面会出现有一个小坑，有一个小坑就是在我们刷的时候就已经有气泡了，在刷的时候就已经有气泡，只不过它可能比较小，我们看不出来，因为在这个胶在灯的作用下，它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啊，叫做光聚合反应，会把这个胶瞬间给收起来，就是照干。咱们传说俗说的照干，照干的同时，它那个气泡就会被挤出去，挤出去就在甲面表面形成了那一个小泡泡，就一道小沟。因为出去之后，那个泡不可能在上面有一个凸起嘛，对不对？就出现了一道沟，出现了一道小坑啊，这是那个意思。所以说你们在刷比较粘稠的胶的时候，就多注意甲面有没有气泡。你看像我这个指甲里面是不是有一丢丢的气泡？这些气泡如果你不给它赶出去，照完灯之后，它有可能在甲面就形成一个小坑。有坑不要紧，你在涂色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捣平了，好不好？一直不明白短指甲怎样更牢固？短指甲、长指甲做法是一样的，只要指甲够结实，它不是属于特别薄的那种。按照咱们的这个流程走下来，就算薄的厚的。薄指甲、厚指甲，按照这个流程做下来，指定很结实。再就是我待会儿给你们再把这个所有的注意点整个写一遍啊，好吧？在这儿咱们因为灯胶在照完灯之后，它光聚合瞬间就收拢，哎，照干了，然后呢，里面的气泡有可能在它一挤压的同时，嘚就出来了。我就尽量说的大白话一点啊，就大白话一点。好吗？还有别的问题吗？这个色胶我们一般在2到3层，也记住每一层它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啊。注意好我们的注意点，好吗？这是我们的注意点，我给画个黑星星。色胶2到3层，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几步。扇形甲刷前缘两侧刷直吗？后缘中间沿甲沟垂直成直线刷吗？这个扇形甲啊。我刚刚有说过这个问题，我再重新画一下。你们怎么看得清楚一点？这个够扇形了吧，宝子们？是不是有点过于夸张？过于夸张的扇形，我斜着看它，可能歪了，真歪了。好，这是一个扇形甲。当我们在遇到这种指甲，不可避免的是有。但是还有很多指甲它又扇形，然后完了又肉包，对不对？可能还包在肉里面去，有没有？像这样的指甲是不太好刷的，而且不太好包边。这种指甲，第一个我们在给它修甲型，如果说它的微笑线稍微离着远一点，在微笑线假如说在这儿，我重新画一个漂亮一点的、干净一点、利索一些。这多带劲啊！你还给它画了个长指甲，是偏扇形甲一点的啊。这是假如说它的微笑线是在这儿的，那么我们在给它修形的时候，就一定记得，刚刚我说过，把这两侧的多余的地方、突出去的地方给它修掉，不要。如果说它的微笑线是卡着边的，是非常非常窄，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涂指甲要保证指甲稍微好看的，像两侧这个位置啊，就涂色的时候，两侧这儿稍微给它留上那么一点点，稍微留上一点点，好吧？就是不要紧贴着那个边边去涂色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刚才这儿啊，就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如果说顾客不介意，哎，你可以多涂一点，但是它又肉包甲又扇形，完了又短指甲，两侧又不好看，那两侧该留，然后就提前告知，然后后期你长出来之后，两端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大好看，到时候你来我再给你修，然后最好推荐让他就去做建构。做建构啊，或者做水晶甲做建构，只要是有这种塑形相关的，我们在给它收的时候会收窄，一点一点做上2到3次，就可以改善甲型。2到3次就可以改善，但是如果它一直持续这个样子，它的指甲也会不变的，好不好？色胶画出好看的弧度，对，稍微留一点。微小线是啥？我要掏出我的小戒尺来了，你这个问我微小线是啥？微小线是啥？你是不是新学员呀？微小线就是咱们指甲的这一条线。就这一条啊，就是指甲边缘的这条线就叫做微笑线，这层白的，就是跟你的甲床、跟你的这个甲盖和指尖连着的这一条，它不是一个弧线吗？这一块那就叫做微笑线 ，A、B 点就是微笑线的两端，好吧？就是微笑线的两端啊，怪不得。
是为啥让你们先去看那个咱们指甲基本构造的原因啊，先去看那个，看它再看这个就能看懂了啊。好了，这是我们这个图法稍微留一点点，但不要因为留它留的过宽。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建构，最好的办法就给它做个建构，好吗？做延长也挺好的。听完就懂了啊，没事。他第一天听课有刚来的，也有刚刚报课的，然后很多零基础学员咱们以后不来，上来你看这个有可能都看不懂，好不好？先来听，先来听。好了，来，这是我们的色胶的图法，还有刚刚什么问题没有？后缘歪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什么情况下呢？就是后缘指甲比较歪斜的，后缘指甲比较歪斜，也就是说，这个同样我们做指甲后缘咱是一个标准的弧度，对吧？但是有的顾客呢，他的后缘是这种斜上去的，这种斜上去的有，绝对有，而且很多。就遇到这样的，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单独记啊，自己单独记。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在做前置，就是推后缘的时候，用咱们的钢推，对，推后缘，先把它这边下来的地方，咱能推往上推多少就推多少，做成把后缘做成一个标准的稍微弧度一点点的，好吧？就是能推多少推多少。给它推上去，推上去之后给它处理，也就是说，第一步我们在做前置的时候，先去给它调整，在做前置的时候就先去调整。第二个，如果实在是调整不过来，或者说它差的忒大了，就是愣这么高了，你尽量不要严格按照它这个形状去走，不然待会儿本来白指甲可能看不出来，红指甲你突然涂的很高是很明显的。就是也不要去严格按照它那个飞的图那么高，找个中间点去怎样给它做出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弧度，也不要做的特别的高，也不要就是纯平，不然这个地方肉白太多。就是找它一个中间点。我看肖同学有个指甲就是那个样子啊，卡废了。多推几次就好了，是的，一定要就多推几次就好，多推几次就好啊。前置，第二个涂色的时候，涂色找中间点。好吧，这是尽量咱能保证它好看的情况下，就是几乎都会有。你看我的食指也是有的，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点。这边是往下的，就是做前置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啊。好了，我们在底胶之后去涂加护胶。注意听啊，底胶之后加护胶，加护胶之后我们涂的是色胶2到3层，或者做款式。做完款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封层之前的最后一层了，就是再涂一层加护胶，再涂一层加护胶。这一层加护胶，这个是用的是稠的，这一层加护胶可以用稀的。这一层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啊，我写到下面，第一个找平，款式也好，色胶也好，找平甲面。第二个作用，色胶持久度，色胶更持久。也就是说，有的同学我们做完指甲过一段时间，甲面开始发花，或者说色胶时间久了容易被划破或者不太好看的，就这样的，在颜色之后涂一层它，找平甲面，色胶持久。啊，这是它的主要2个作用，它不是用来加固本甲的。但是同样，如果你前面做了加固，后面做了加固，你的指甲一定比不这样做要结实的多。同样，你做顾客的时候，如果一旦这样做呢，你的客单价是要高的。你10有块9给它做成这种程度的话，不够你浪费时间的，好吧？就是找一找啊，多去找一找。然后这是我们的色胶，还有它的主要作用。然后最后就是咱们的封层了。来，注意听黑板啊，注意看黑板。最近遇到了很多同学会问我这个问题，老师，我封层之后，或者说老师我该买什么样的封层，我的甲面才会特别的亮，而且就算待上半个月它也很亮，有没有？就是我需要去买各种各样的封层吗？我的封层几乎就是有多少我用多少，我从来不带换，就不带换的。涂的越厚会不会不牢固？是，我一会儿会给你们去说一些注意点，就是胶一定不要涂厚，一个会发闷，而且会更容易整个一层全部掀掉，啊！来，注意听了，接下来是我们一个小重点，虽然是最后一步了，是不是？封层的问题里面，封层我们建议大家照灯2分钟。平常咱不都是60秒吗？如果你的灯是就是正常一点的灯，都是60秒就照干了。但是封层建议你让你的顾客多照一会儿，不管春夏秋冬，好吧？照2分钟。有时候涂了好几遍封层都照不干，因为你用的有可能是擦洗封层。封层分为免洗和擦洗。如果说你的封层照完之后上面还有浮胶，你可能用的是擦洗封层，你需要用95度酒精给把浮胶给擦一下，好吧？擦一下，擦洗封层出来的面一般会比免洗封层更亮。你们记一下啊，擦洗封层一般会比免洗封层擦完之后会更亮。
然后我们再加上前一层的加固，再加上咱们的封层，它整个面都会很亮。而且现在市面上不是有镀晶封层、钢化封层、超亮封层等等等等。其实按照厂家话来说，因为你们是我的学员，我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们，按照厂家话来说，它的区别并不会特别的大，明白吗？它并不会特别的大。我平常让你们买，我也不会给你们那么多的选择，让你们必须买这个，必须买那个。但如果说你就非得去讲究，我会给你点小建议。但是其实它们区别并不大，只要你在封层前涂一层加固胶，封层的时候多照一会儿灯，这个我只限于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自己去随便去说哈，就是告诉你们，你们不要跟顾客说，就是封层相对来说，镀晶、钢化还有免洗啊，什么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封层，它的区别并不大，啊。只不过有的里面可能多少少加了一些成分，你们会发现有的封层它是照完灯特别的硬，就是那种防划痕的，反而那种胶呢，说实话，那个更容易裂一点，一定要选择就是要柔软一点吧，就是韧性好一点，它可能就没那么结实；要结实一点的吧，它就可能没有那个韧性那么好，它多少少都会有点弊端。所以说你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就是正常的话，只要你涂完加固胶，再去正常涂上我们的封层，照灯2分钟啊，照灯2分钟以上，基本上都会很亮。而且也挺好，就是你们用现在不是钢化封层，还有这种镀晶封层多嘛，就是2选1，用哪个都行，好不好？都是照个70-80秒，对，年钻照的久，就是多照会儿，越是最后一层多照一会儿。拿出来之后，你只要摸到甲面上，不要忘了封层和这一层加固也是跟这个后缘的位置每一层都是重合的啊，千万不要忘掉这个。然后来，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在涂指甲里面有一些指甲容易开边起翘的原因，再结合我们今天学过的所有知识，你们就更好的去理解了。如果上来去给你们讲这个，你们可能连一些词儿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好不好？就免洗和擦洗，欧尼就是这个啊。凡是老美甲师，其实做了多少年都懂的。你们只要把一些细节东西做进去，照灯时间够，差别都不大。选择什么名字的封层，就你要是说要亮一点，就是现在几乎都是会，因为现在擦洗封层麻烦，还得再擦，也不一定。而且擦洗封层，大家拿出来照灯，照完灯之后拿出来，不要马上去碰触你的酒精，你稍微晾上2秒钟再去擦，它的面出来非常的亮。你们想要那种非常非常亮的，直接就可以用擦洗封层了啊。就是要平常用的话无所谓，都可以，钢化封层、镀晶封层都可以，只要找这些评价好一点的，不容易这种出现这种断裂的就好。好了，没问题吗？没有问题吧？好了，我给大家写一下啊。这个其实咱们课程里有讲过，我有给大家去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指甲容易开边起翘的原因，怎么能让你们不挡住字的情况下也能看到？前缘开边起翘和后缘开边起翘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前缘开边起翘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我们从前置处理开始去分析。前置处理，前缘会怎样？跟它没关系，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捋。前缘处理前置处理跟指甲，这个是前缘，这个是我们的后缘啊，一定以后不要说错了。指尖是前缘，这个死皮部分是后缘。前缘开边起翘，第一个先去从这个前置处理开始。好，这个跟它没关系。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走，修甲型打磨甲面，对吧？修甲型是什么原因？修甲型边缘有毛刺，我刚刚给大家修甲型的时候说过吧，有毛刺。边缘不光滑有毛刺，会造成你开边起翘。能理解吧？我说过这个啊，我这个今天课程都讲过。第二个，修好甲型，我们去刻磨甲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本甲刻磨不到位，就是有水分和油脂啊。你在撕的时候就很容易整个撕掉，所以说本甲刻磨不到位，尤其是指尖部分这个位置没有磨到，还有它一些油脂，或者你摸了又打磨完又回去扭头去摸了，也会怎样？开边起翘啊，这是前缘。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顾客的本甲过薄。我说过，如果顾客本甲过薄，特别的薄，跟纸一样，他再怎么去做，也比正常的指甲更容易开边起翘，好吧？更容易开边起翘。第四个，因为咱们捋过来了啊，我也都给你们去到哪一步的时候讲过。第四个原因，包边问题。包边过后，我拿着本子写，你们看看有没有看懂？包边过后，也就是有同学刚才问的，老师，我要是甲面涂胶太厚，会不会让我的指甲更容易掉落？会的，
每次都是薄曲胶，就正常涂胶就好了，不需要涂的多么厚，正常涂胶，甲面正常涂，包边正常包，好吧，包边正常包边。不要太厚，如果你的指甲侧面涂胶的时候，到指尖部分明显能看到一块凸起的话，那说明你的胶就厚了，这指尖部分这个地方是有厚的地方，那就厚了啊，那就过厚了。正常来说，我们是一个弧度，指尖后缘的部分是薄的，中间这个位置是厚的。明天我讲经，我会给你们去讲这个课程啊。第五个原因，不包边，不包边，你就是涂的时候忘记包边或者不包边，也会开边起翘。比如说很多同学最近问的最多的，我做了建构，前缘开边了，为啥呀？因为你做的建构没有去把前面给包起来，因为你的指甲过薄了，又没有包边，那就很容易开边起翘，好吧？就是这个，这是在做本身的原因，不排除就是很多，你比如说用了磨镜粉啊，或者说用了水彩，边缘蹭上了磨镜粉，蹭上了水彩，你直接去涂胶，没有把边缘擦干净，这也会开边起翘，那就属于款式问题了，好不好？那就这样，到时候大家看那个磨镜粉的时候，我会再给你们去讲，先把这几个讲到，能明白吗？我们前缘问题基本上就这些，只要前缘起翘，所有的我的学员不要再问我为什么，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些5个原因里面哪个没有做到位。如果做到位了还出现了原因，来找我，我再跟你们去说。就是以后只要顾客出现了问题，现在你们可能还没做顾客，出现了问题，第一时间让他拍照片发给你。如果你看不明白发给我，基本上他手撕的是人为原因还是你技术原因造成的，是能看出来的，好不好？一定要跟这个咱们做生意啊，大家就不要跟平常咱们有个学员之前我跟他聊过，可实在了，太实在了。说实话，我最开始也这样，包括现在，其实这些都是本性原因啊，就是我就是真诚待人嘛。但是有的时候顾客是不吃你这一套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给自己做好安全打算。做顾客开始做生意了，你哪怕弄个穿戴甲，也要时刻怎样，多留点心眼，好不好？多留点心眼，这是我站在你们角度上说啊。但是我要是在平常直播间，我就不这样说了，因为有人家顾客一听到这样的话就不太合适，是不是？毕竟有的人。大多数都顾客都是好的，只有那一小部分难免，好不好？指尖是前缘啊，对，指尖是前缘。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去讲后缘的问题，指甲后缘起翘。这一天啊，我们还是同样按照咱们就脑袋里过一遍你做指甲的一个顺序，就是从比如说咱们从这个前置处理开始，后缘靠近前置处理，靠着我们的指皮了，所以说它跟前置处理有关。第一个，前置处理不到位，比如说有毛。前置处理有角质残留，前置处理有角质残留啊，这是这一个。第二个，涂色的时候或者说涂胶的时候，正好涂到了这些角质上面去，而这些角质它是会脱落的，就伴随着它的脱落，一天就会把你涂的这个胶的边缘给它带开，能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是一个啊，其实这算一个原因，但是它是有2部分，所以说我们必须记住，第一个，我们前置处理一定要干净，只要到涂色的地方就不要有这些杂质。第二个，在涂胶的时候不要涂到肉上去，一点点小毛刺、小肉都不要，只针对于甲面啊。第三个。我们在涂色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画星星很重要的那一点，很多老师不会跟你们去讲这个问题，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原因，在边缘重合问题啊，边缘重合、底胶、色胶、加固胶、封层，包括做建构的时候，我们的边缘是要重合的，是不要就是尤其是底胶。色胶和封层不要超过底胶区，它可以在底胶以内，但是不要超过去，只要超过去，必然后缘会开边起翘，好吧？这个能理解啊？好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除了这个，在涂色上，涂色做了建构，或者说我们在那个打磨完之后又开始去贴甲片，对不对？也有可能会贴甲片。贴甲片的时候，注意，只要现在市面上听见说是后缘开边起翘的，基本上都是做的全贴。基本上做的都是全贴，就是只有全贴后缘才会翘起，才会勾头发。如果你做半贴、做浅贴、做这种这个延长、做等等，基本上问题都不大。只有全贴它才会开边起翘。为什么全贴是所有延长里面价格最低的？一个省事儿，第二个后期处理比较麻烦。你说你全贴后缘起翘了，我是卸还是不卸？我卸一半我再重新做，还是再整个重新卸掉伤指甲，对不对？所以说站在咱们就是给顾客去着想的情况下。以后就是建议啊，就都去做半贴会更好一点，包括咱自己做也做半贴，好不好？你要是想做全贴，你就干脆去做个穿戴甲自己贴上，就不要再去那个用胶熊上对了。特别短少的不建议半贴，只能
指托延长，特别短小的扇形甲都可以做，只要半贴能贴住是都可以做的，好吧？然后如果是要想让它更结实的话，就是更牢固一点，一个是水晶延长，一个是去给它做指托延长。几个朋友都要求我不要打磨去死皮，是因为他们被伤害过吧？都被伤害过吧？正常收因为你做的这个服务啊，不管是朋友也好，其他也好，顾客也好，你的操作顺序，你的这个单色的价格是固定的，不要说因为它项目的减少给它减钱。就是我做这个铺个单色，在我店里头就是50，你就不做我也是收50。朋友的话就是你就算不做，我也是可以给你打个9折，就这个意思，好吗？是这样啊。好了，这是我们在全贴，包括后圆图那个流边还会有什么呀？比如说那个甲面。刻模不到位，对不对？咱刚刚把这些都说了，还没说到这个刻模修行问题。修行跟它没关系，主要是甲面刻模。甲面有后缘，有油脂和水分，它的胶粘合度就不够，它就容易开边起翘。然后第6个，本身新陈代谢比较快的，比如说你们去看一看，就是有些顾客啊，脸上比较起痘痘的，他一般分泌油脂这些都比较旺盛。你们根据这个看脸，我其实之前有教过你们去看脸，怎么通过脸去观察的啊？有一节课是教过的，然后去看一看，根据这个确定好了他的一个体质，就一定要提前叮嘱好。这些可能说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看面诊量看什么，但是这些可以结合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做顾客的方方面面上去啊。好了，把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旺盛一点的，它分泌油脂就会旺盛，相对来说它的指甲保留时间就要比正常做顾客的时间要短，整个时间要短，好不好？那半贴不卸保留再做指甲怎么收费呢？收建构呀，重新收建构的费用。如果是在你店里做的，卸指甲就卸了，面诊有教程，在之前有讲过，我咋记得你去看过呢？就在某一期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有没有同学记得在哪一期？就是在给你们去讲指甲基本构造的那一期里面有的啊，有的，但是我没有给你们讲的太深，就是至少你平常做顾客那个啥，有的，你们记得就是根据顾客的一些情况去做这个，提前跟他沟通好。就是凡是我们做生意，一定记得不好听的话，容易出问题的，以后可能会发生问题的这些东西，提前说，不要等到包括收费价格，这些都是在做我们顾客之前提前商量好。这个会给你们以后省很多时间啊，就是包括一些不可避免的口舌省掉。提前沟通好了之后，你就很直接，你说以防万一，咱先把那个什么说好，确定好了咱再做，对不对？你别做完之后，你又再跟我讲，弄得谁都心里不痛快。第8期，感谢欧尼在第8期啊，大家想看这个面诊去看第8期的那个指甲基本构造那一节课，往后拉一下，快进一下，能看到在最后了，好吧？行了啊，看一下这是指甲容易起翘的原因一些，你们记一下。